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2月6日星期五，佛历3月下初4，万象多云，21到34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14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8基普，涨幅 0.18%。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67.28 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 3026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8基普，涨幅 0.2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01.53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4.99 点，跌幅 0.38%。开盘 1311.42 点，最高 1312.42 点，最低 1282.71 点。成交量257万4900股，成交金额14亿5731万6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75基普，交易量211万10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2200基普，交易额6亿5878万1000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联合发展银行。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170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万基普，跌幅 0.04%。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2月4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60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21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583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越双方续写特殊友谊新篇章。2月5日，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应邀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老挝党12大后接待的首个高级别代表团，也是苏林连任后的首访，体现了双边关系的特殊性。会谈中，通伦与苏林高度评价两国在政治互信、防务安全及经贸投资领域的成果。双方重点讨论了永安港、老越铁路、跨境输电网及边境公路等战略性合作项目，并宣布将共同庆祝2027年老越团结友好年。会后，两国领导人见证了涵盖高等教育、司法合作及地方省际合作等6项重要协议的签署，旨在将老越独一无二的特殊关系推向更高水平。2. 国立大学学术研讨会圆满举行。2月4日，老挝国立大学举行研讨会，探讨人才培养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及老日合作前景。老挝国立大学校长与日本驻老大使出席。会议强调人是国家发展的核心，高度肯定了老日人力资源开发学院运行20余年来的育人成果。日方指出，作为日本最早派遣海外协力队的国家，老日双方在过去60年里通过以新传新的交流，不仅传授了专业技能，更深化了民间友谊。会议达成共识，老日合作的重心在于通过长期的人才战略，为老挝的可持续发展夯实治理基础。3. 占巴塞省代表团访问越南通塔省美寿农产品加工厂。2月4日，占巴塞省委副书记苏帕塔马哈萨率代表团访问越南通塔省，旨在深化两国传统友谊，并祝贺越共14大成功召开及庆祝农历马年春节。访问期间，代表团在老挝驻胡志明市总领事等人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通塔省美寿农产品加工厂。老方领导听取了工厂关于农产品深加工经验的介绍。此次考察不仅是对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生动实践，也为双方未来在农业加工及产经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4. 老挝电信集团表彰第33届东南亚运动会获奖运动员。2月4日，老挝电信集团在万象举行颁奖仪式，向在2025年12月泰国第33届东南亚运动会上斩获39枚奖牌的老挝运动员提供总价值 4.6亿基普的奖励，奖励内容包含电子红包及国际漫游电话卡。
老挝电信集团总经理苏鹏战塔威塞等高管及国家体育高级司长西站几大班亚出席。集团表示，此举旨在表彰健儿们为国争光的精神，并履行支持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社会责任。老挝健儿们也对企业的长期支持表达了感谢，并承诺将继续在国际舞台提升老挝体育水平。5. 老中两国在琅勃拉邦举行品茗会。2月4日，老中双方在琅勃拉邦举行品茗会及2025蓝莓合作成果发布会。老挝中央宣教部副部长坎蒙占塔吉、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印泉等出席。坎蒙占塔吉副部长高度评价老中媒体合作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指出老挝媒体通过与云南等地的协作，在业务水平上有了显著提升。他建议双方应建立老中铁路，在影视、出版及学术等领域深化合作，讲好友好故事，增进两国民心相通。活动还启动了庆祝老中建交65周年系列文化活动，并展示了西双版纳等地的民俗艺术。6. 万象市整治违规共享电动摩托车。2月5日，万象市公共工程与运输厅宣布对违规投放的橙色电动摩托车进行专项整治。通告指出，这些共享电动车租赁服务未经合法审批，且由于用户随意弃置，造成了严重的城市乱象和交通拥堵。为改善市中心交通状况及确保高峰期路面通畅，官方已责成万象市9个县的相关部门对违规车辆进行收缴扣押。官方强调，此类经营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必须通过行政手段予以纠正，以减少社会负面影响并降低事故风险。7. 富泰续约老挝劳工大巴发生追尾事故。据泰国公路警察官方报道，2月4日，两辆搭载老挝劳工的大型巴士在泰国呵勒府松嫩县的友谊路上发生追尾事故。据警方调查报告显示，这两辆大巴属于同一车队，当时正载着刚刚完成续签合同手续的老挝劳工返回，车上共载有98名老挝籍乘客。事故导致1人受重伤，9人受轻伤。事故发生后，当地救援人员立即封锁现场进行初步急救，随后将伤者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8. 琅南塔省海关查获3辆非法入境越野车。1月底，琅南塔省海关在摩丁地区查获3辆涉嫌走私的越野车，经核实，这些车辆未在海关电子系统中办理任何进口许可或完税手续。由于在蹲守期间车辆所有人未露面，海关于2月4日正式扣押车辆，并将其移送至缉私仓库。目前，相关部门已启动法律程序，将依照海关法对该非法入境案件进行深度彻查和处理。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